2014年5月13日判决下来后不久 ，Google 收到了超过7万份请求，他们来自欧盟各国的普通人。有人想抹去一次10年前的破产清算，有人想删掉一则被草草带过的旧案报道，有人只是希望自己的名字不要永远和某位前任一起出现在搜索结果的第1页。这些请求涉及约25万个链接。没有人数过这25万个链接背后具体是些什么内容，也没有人需要数他们的共同点，只有一个：一些人在漫长的时间之后，终于想要和自己的某一段过去说再见。这件事情看起来再简单不过，一个成年人过完了自己的半生，想要卸下其中一小块重量，但这件事情真正完成花了16年。1998年1月19日，先锋报用6号字在一则房地产拍卖公告里登出了一个名字 Mario Costeja Gonzalez 和他名下一处房产被查封的消息。这是那种第2天就会被人翻过去的，夹在别人的婚讯与讣文之间的，本来就属于公告栏的短信息。房产随后拍出，社保欠款清偿，公告的生命周期应该就此完成。但这是1998年。2009年 ，Mario Costeja 注意到，只要有人在 Google 上搜索他的名字，那一行11年前的6号字就会在第1页出现。那一行字不再是公告，它成了他的标签。他已经偿清了那笔债务，但他永远偿不清那个搜索结果。他起诉了那份报纸，报纸告诉他，我们不能删掉历史档案，那是我们的职责。他转而起诉 Google，Google 告诉他，我们只是索引者，我们没有删掉信息的义务。他把 Google 告到了欧洲法院。2014年5月13日，欧洲法院裁定 Google 有义务移除那个链接。判决下来那天 ，Mario Costeja 58岁。从那则公告登出到他胜诉，用掉了16年零4个月。为什么想要被遗忘这件事，在今天需要16年？需要欧洲法院，需要重新定义什么叫数据控制者才能完成。一个人希望自己的一段过去安静地退场，这听起来像是时间本来就会替他做的事。为什么现在他不再这么做了？时间还在走，记忆却不再按时褪色。这件事是什么时候开始变化的？变化的代价是什么？而当我们以为自己正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真的在解决吗？还是只是在把它推到一个更晦暗的角落？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走的比2014年远得多。因为遗忘从来不是数字时代才出现的困境，它是整个人类文明史里一条反复出现的暗流。只不过在过去，它的主动权在时间那一边，而现在这个主动权换了手。要理解数字时代的遗忘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问题，必须先理解在数字时代之前，遗忘是什么。在大部分人类历史里，遗忘不需要被争取，它是默认结果。一件事情发生了，它会沿着时间自然地向下沉没，像一枚投入水中的石子，最开始几圈涟漪还能被看见，之后水面就合上了，没有人需要做什么。真正需要争取的是与此相反的另一件事，让一件事情被记住。这件事情在古代极其昂贵，口传时代的记忆依附于人的生命长度。一位讲故事的老人死了，他带走的不是一个故事的副本，而是那个故事的唯一载体。文字出现之后，记忆开始有了物质基础，但这个基础非常沉重。司马迁《史记》526500字，如果写在竹简上，需要几十万片竹简，大约需要一辆牛车才能拉动。整部书从成书到真正开始被较多人读到，中间隔了200年。印刷术把记忆的成本大幅下降了，但只是下降，没有消除。书仍然会被水浸、被火烧、被虫蛀、被战乱散佚。永乐大典22877卷，约3亿7千万字，动用2000多人，花了5年编成。正本遗迹下落至今众说纷纭，副本在清代经兵火盗窃与散佚，到1912年清朝覆灭时只剩数十册，
今天全世界能找到的残卷约800卷左右，倾一个帝国之力编纂的最大记忆工程，也挡不住时间自己的吞噬。在那个世界里，一个人如果做了一件错事，他搬到一个隔着几座山的村庄，没有人认识他，他可以重新开始。1931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有一位叫 Gabrielle Darley Melvin 的妇女起诉一家电影公司，因为她把她11年前的旧案拍成了电影。11年前，她曾是一名妓女，被控谋杀，后被宣告无罪，之后结婚改名，开始新生活。电影让她过去那个身份重新出现在她所有熟人面前。加州最高法院支持了她。判决里有一句在美国法律史上被引用了几十年的话：时间可以让人洗脱 ，Time can rehabilitate。Melvin 案的影响后来被美国更强势的新闻自由判例显著限缩，但1931年那个时刻，时间可以让人洗脱曾经是一种朴素的共识。这种共识不只是法律上的，它是整个社会基础设施支持的村庄、距离、报纸的发黄、档案柜的封尘、记忆的自然衰退。每一件事都在帮助一个想要重新开始的人。遗忘不需要被写进法律，因为它几乎不可能被阻止。但总有一些遗忘，不是时间的结果，是命令的结果。乾隆37年正月，一道上谕从紫禁城发出，送往各省督府。诏令的主题是征集遗书，准备编纂《四库全书》，用词极其温和。古今来著作之首，无虑数千百家，或意在名山，未登注史，正宜及时采集，汇诵经师，以彰千古同文之盛。这是一个皇帝以抢救文明的名义向全国的藏书家发出的邀请。将近1年过去，各省毫无动静。不仅北方5省没有人承缴书籍，连人文荟萃、书肆众多的江浙地区也一片寂静。乾隆在第2道上谕里流露出困惑，他不明白为什么天下的藏书家如此不合作。他开始意识到，地方官员和藏书之家心存疑虑，唯恐承缴的书籍有唯爱之处，招来文祸。于是38年3月，乾隆亲自出面解除这份疑虑。这一次的上谕值得逐字细读，因为它是中国政治文书史上最精密的一次诱饵之作。他先是以一种近乎恳切的口吻解释，文人著书立说，各书所长，或传闻互译，或记载失实，故所不免，果其略有可观。原不妨兼收并叙，即或文字触碍，如南北使之，互相诋毁，此乃前人偏见，与进时无涉，又何必过于畏首畏尾耶？然后他以皇帝的人格作出保证，朕办事光明正大，可以共信于天下，岂有下诏访求遗疾，愿于书中寻摘瑕疵，罪及藏书之人乎？他甚至在第2天给两江总督、江苏巡抚、浙江巡抚的专门上谕里进一步明确，书中即有忌讳字面，并无妨碍。现将谕旨甚明，即使将来进到时，其中或有妄诞字句，不应留以疑惑后学者，亦不过将书毁弃，转谕其家不必收存，与藏书之人并无干涉，必不肯因此加罪。至督府等经手呈送，更无关爱。于是书开始离开他们的藏所，万余种真本、孤本、手抄本从全国各地涌向京师。江南的藏书楼被打开了，湖广的书斋被清点了，岭南的私家文库里几代人收藏的明末文集被小心翼翼地装箱、登记，送上驿道。这是有清一代规模最大的一次文献收集行动。到乾隆39年夏天，四库全书馆里堆积的遗书已经难以统计。然后诏令变了。39年8月，乾隆正式下达焚书令，用词不再温和，其有汇集如许遗书，竟无一为爱自己之理。况名记莫造，野史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一词，必有抵触本朝之语。正当即此一番查办，进行销毁，杜恶邪言，以正人心而后风俗，
断不宜置之不办。要焚什么？明季末造野史和国初人伪望诗文。清人本是女真之属，居建州地，明代设建州卫管辖。清人先祖曾100余年为明代臣仆，年年朝贡。明末清初的野史详细记录了这段历史。乾隆要抹除的不是有害信息，他要抹除的是本朝入关前受明代册封，视为明代臣仆的历史身份。他要给清朝一个干净的起源叙述，建州卫3个字唯有清一代所忌讳。据后世学者估算，乾隆焚毁的图书总数逾10余万册，尽毁的书目约2、3千种。许多书在编入《四库全书》时被系统性改字、改句、改篇章，改过之后的版本进入了官方叙述，原本则被销毁。今天我们读到的许多明末文集是乾隆的版本，不是原版。这次焚毁动用了一种极其现代的操作方式，先以抢救文化的名义收集，再以保护人心的名义删除。收集时承诺的用途和处理时执行的用途是2件事。200多年后，欧洲的数据保护法律会给这种操作方式一个专门名词，叫做目的限制原则。一次收集一种目的，不能收集时说一种，处理时改成另一种。乾隆皇帝证明了一件事：记忆的默认态可以被权力逆转，时间自己会遗忘，但比时间更有效率的是一道诏令。只不过诏令会暴露意图，所以他需要先伪装成一份邀请。秦始皇34年，一道更早的焚书令从咸阳发出，李斯上奏，建议烧掉6国史书，烧掉诗书，烧掉诸子百家之言。他的理由说得极其直接：今诸生不识今而学古，已非当世，祸乱前首，不学当朝，专学古代，用古代批评今天，让老百姓感到困惑，所以要烧。始皇帝准了，烧掉的不是全部的书，官方藏书馆里保留了一份，烧掉的是民间的，可能被用来质疑当朝合法性的那一部分。这是一次有选择的焚烧，他烧掉的不是书，是用书来质疑现在的可能性。罗马教廷用了一种更制度化的方式来做同一件事。1559年，教皇保罗4世颁布禁书目录，把被判定为危害信仰的书籍列入其中。这份目录从1559年一直维持到1966年，跨越407年，列入的书籍超过4000种。伽利略、伏尔泰、卢梭、笛卡尔、帕斯卡、休谟、康德，这些名字都曾经在某个版本的目录里。禁书目录和焚书令的区别在于封禁手段的提升。焚书是一次性动作，消耗大，会被记住。禁书目录是一种持续状态，它不需要每次都动火，只需要列一个名单。名单在，印刷商就不敢印，书商就不敢卖，读者就不敢读。1933年5月10日夜晚，纳粹在全国34所大学所在的城市组织了一次同步焚书。柏林贝贝尔广场25000本书被堆起来点燃，火光持续了整整1夜。这是一场彻底仪式化的焚烧，它不需要烧完所有的书，它只需要让所有人看见这件事在发生。苏联30年代的版本更隐蔽，被清洗的官员会从集体照里被抹掉，昨天还站着的人，今天只剩下一块模糊的阴影，再过几年连阴影都消失了。教科书同步更新，百科全书替换词条，街道改名，雕像撤除，活生生的一个人从历史中被划掉，不需要一场火，只需要一支笔。这些焚书、禁书、抹除，在技术细节上千差万别，但它们共享同一个前提：信息存在于可被定位的物理载体里。一座图书馆可以被烧掉，一张照片可以被修改，一个名字可以从目录里划掉。在这样一个世界里，遗忘的权利归有能力动员这种物理操作的人所有：皇帝、教皇、领袖。他们决定什么被烧，什么被留，什么被改，什么被涂黑。普通人被遗忘靠的是时间，
权力让人遗忘靠的是诏令，两条路径之间留给个人要求被遗忘的空间几乎不存在。在那个世界里，普通人根本没有足够多的个人信息值得权力机构专门去抹除。农民、工人、商人乃至读书人，他们的部分个人信息留存在亲朋好友、邻居、同事的记忆里，这些记忆会随着时间自然衰减。正常情况下，他们的生命是沉默的，时间会冲淡一切。这个局面一直维持到20世纪后半叶。改变它的是一场没有被大多数人注意到的技术革命。当记住一件事不再需要牛车拉着竹简，不再需要书斋存放印本，不再需要抄写员逐字誊录，不再需要任何物理空间的时候，一个奇怪的反转开始了。遗忘开始变得昂贵。1956年 IBM 发布了世界上第一台商业硬盘驱动器 IBM 350，它有一个集装箱那么大，重1吨，容量约4兆字节，只够存不到一张今天的手机照片。70年后，一块18太字节的外置硬盘大约500美元，每 MB 存储成本下降了大约1亿倍。这种指数级的成本崩塌，意味着过去需要被筛选、被取舍、被定期清理的信息，现在可以被全部保留，不需要选择哪些值得留下，全部留下永远比一条条判断更便宜。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人类社会悄悄地从必须选择记住什么的状态，进入了不得不全部记住的状态。但记住和能够找到是两件事。1998年 Google 成立之后，互联网上所有可索引的信息有了一个共同的入口，输入一个词就能找到所有与这个词相关的东西。在图书馆时代，找到一个人的信息需要知道从哪里下手，哪个档案馆，哪一年，哪个系列。在搜索引擎时代，找到一个人只需要知道他的名字，名字进入搜索框，他的过去就被召唤出来。20年前的一句话，10年前的一张照片，5年前的一次新闻报道，它们被并列呈现在搜索结果页上，中间没有时间间距。那个10年前说过一句蠢话的人和那个此刻正在工作的人，对搜索者而言是同一个人。时间第一次失去了它作为遗忘媒介的功能。但这里有一个反直觉的真相，互联网并不真的永远记得。Internet Archive 的数据显示，一个普通网页的平均寿命约为77天。学术论文中引用的 URL， 3年后有 58% 已经失效，5年后有 70% 失效。1985年，美国政府档案委员会已经发出警告，美国正在失去它的记忆。1997年出现了数字黑暗时代 Digital Dark Ages 这个词。Kevin Kelly， 连线杂志创始人之一，说，互联网基本上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台复印机。如果什么东西可以被复制，它就一定会被复制。但是它有一件事做不好，它不能很好的把信息传到未来。所以问题的真相不是互联网永不遗忘，真相更复杂。互联网让某些东西变得难以遗忘，同时让另一些东西加速消散。而决定哪些属于前者，哪些属于后者的，不再是时间，是算法。被大量点击、被频繁链接的信息会被保留、被缓存、被多次备份。被流量冷落的信息会在一次次服务器迁移、平台转型中悄悄消失。遗忘从时间的手里转移到了算法的手里，而算法不是一个中立的媒介，它按照流量来分配记忆和遗忘。一个人想要被遗忘的那些事，恰恰往往是那些因为某种原因被关注过、被点击过，在算法眼里有过价值的事。欧洲是第一个对这种状况做出系统性法律回应的地区，这不是偶然。欧洲有一套持续150年的关于个人与信息之关系的法律传统。1858年巴黎，一位名叫 Rachel Felix 的著名女演员病危，她的姐姐请人在床边画下她临终的肖像，约定不外传。但那张肖像很快出现在巴黎街头的画店里。她姐姐起诉了画商
法官判决时用的词，在今天读来仍然令人惊讶。这是一项绝对权利 droit absolu， 画像被没收销毁。1867年，大仲马遇到了类似的事情，他曾允许一名摄影师拍摄他的照片，摄影师后来将照片出售，法院站在他这边，理由是即使一个人曾经同意把自己展示给他人，他仍然保留撤回这种同意的权利。这两个案件共同确立了一个原则：一个人对自己被如何呈现，拥有某种基础性的控制权。法国大革命之后的100年里，法院通过一系列类似的判决，把这个原则扩展到一整套人格权 droit de la personnalité。 德国走了一条平行的路。二战之后，新的德国宪法第1条第1句就是人的尊严不可侵犯。1983年，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一个关于人口普查的案件里确立了信息自决权，每个人有权决定关于自己的信息如何被他人使用。1995年，欧盟颁布数据保护指令，把分散的国家传统统一为一套共同标准。2014年 Google Spain 按在这套传统上做出。2018年 GDPR 生效，把遗忘权明确写入第17条。欧洲150年的法律进化，归根结底就是在做一件事，不断把一个朴素的文化前提翻译成越来越硬的法律语言，直到它硬到可以起诉 Google。 这个前提是，一个人不应该被他过去的一个片段永远定义。美国的情况完全不同。1890年，波士顿的2位律师 Samuel Warren 和 Louis Brandeis 在哈佛法律评论上发表了隐私权一文，引入了独处的权利 The right to be let alone。 但注意，这个论证完全基于普通法 Common Law， 不是宪法。这个起点决定了一切后续的结构。到了1960年，法学教授 William Prosser 把美国各州的隐私判例归纳为4种侵权类型。这个4分类成了教学范式，但它的副作用是把隐私从一个关于人格的概念简化成了4种具体的损害类型。Jones 在他的书里评价这次简化， Prosser 从中剥除了任何关于为什么隐私应当被保护的高层次概念。当隐私主张普通法级别撞上美国宪法第1修正案的言论自由保护宪法级别的时候，结果几乎总是注定的。1975年 Cox Broadcasting Corp. Sue Conan， 一名被强奸的17岁女孩在被害期间死亡，她的名字通过法庭记录被合法获取，然后在电视新闻里被公开播报。她的父亲起诉电视台，最高法院判电视台胜诉。只要信息是通过合法途径获取的公开记录，传播这些信息就受到第1修正案保护。在美国，你的痛苦是私人的，你的名字一旦进入公共领域就是公共的，前者没有宪法地位，后者有。这不是某一届法官的偏见，这是美国宪法的几何。但这不是故事的全部。Jones 的书写于2015年，他在书中反复论证美国为什么不可能有欧洲式的遗忘权。他的论证在当时是正确的，但在他写完书的10年里，美国发生了他没能预见的变化。这些变化绕开了宪法争论，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径。2018年，加州通过了消费者隐私法 CCPA， 引入了消费者对企业持有的自己的个人数据的删除权。2023年，加州又通过了删除法案 Delete Act， 针对数据经纪人，那些专门收集、打包、出售其他人个人信息的公司。2026年1月1日，加州向居民开放了 DROP Delete Request and Opt-out Platform， 这是一个由州政府运营的集中删除基础设施。任何加州居民只需要填一份表格，就可以一次性向500多家注册数据经纪人发出删除请求。这些经纪人从2026年8月1日起开始按周期处理请求，每45天必须响应一次。未响应的罚款是每条请求每天$200，
理论上可累积至数千万美元。加州没有说你有被遗忘的权利，加州没有把任何东西写进宪法，加州只是建了一个按钮，按下按钮，500多家公司必须响应，否则破产。权利这个词从未出现，但效果和权利接近。这是一种通过基础设施实现的遗忘权，它绕开了宪法辩论，绕开了隐私 vs 言论自由的那场无法解决的冲突。它只是动用了美国人最熟悉的2样东西：商业运营的算计和经济惩罚的严酷。即使在最严格的欧洲 GDPR 体系下，遗忘权在实际执行中的表现是什么样子？2026年2月，欧洲数据保护委员会 EDPB 发布了一份报告，总结了 EEA 范围内32家监管机构对764家数据控制者开展的联合执法行动。扫描内容是这些组织在执行 GDPR 第17条时的实际合规水平。报告给出的整体评价是平均水平。在监管文件里，这是基本及格，还差得很远的外交辞令。85%的私营企业有定期审查遗忘权流程的机制，但在政府机构里，这个比例只有25%。在管自己的遗忘这件事上，政府是最不积极的主体。当被要求删除某人的数据时，大量组织只是把名字替换成一个编号，保留了所有的行为画像和位置数据。严格来说，这不叫删除，叫伪匿名化。即使生产环境中的数据被删除了，备份里的数据仍然存在。一次系统回滚，被删除的数据会重新出现。而当组织不想删除时， GDPR 第17条的豁免条款被当成万能挡箭牌，即使该豁免并不真实适用。写在 GDPR 里的99条条款被764个组织执行了10年之后，平均成绩是及格。不是因为法律写得不够严，是因为遗忘权假设了一件事：数据是可以被定位、被追溯、被删除的对象。而这个假设在备份里，在匿名化后仍可重新关联的数据里，在算法推断出的新数据里，每一处都在被撕开一道裂缝。法律在追一个它注定追不上的影子。以上所说的这些，无论欧洲的宪法化路径，还是美国的基础设施化路径，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这个前提不常被谈起，因为它太理所当然了。它藏在数据控制者这个词里，藏在起诉 Google 这件事的可能性里，藏在欧洲法院会受理一个普通人对一家跨国公司的诉讼这种制度日常里。它假设，在个人与他的数据之间存在着一类可以被识别、可以被起诉、可以被法律追究的第三方。这个第三方既不是个人，也不是国家，它是一个独立的商业或技术主体。围绕这个主体可以生长出一整套权利义务关系。在这个前提不成立的地方，遗忘权是另一个故事。2015年，北京人任某起诉百度，理由是百度搜索他的名字时，结果页持续出现他与前雇主某教育机构的关联信息。这份关联让他在求职时反复被问起那段过去，而那段过去他早已不愿再谈。他请求法院判令百度删除相关搜索结果。这是中国法律史上第一起明确主张被遗忘权的诉讼。一审北京海淀法院判任某败诉。2016年5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判决书里有一句话：任某所主张的被遗忘权在我国现行法律中并无规定，亦缺乏可以参引的法律资源。没有这个权利可以被主张，不是说这个权利被权衡之后让位给了更高的权利，也不是说这个权利被承认但在具体案件里不成立，而是在现行法律的概念空间里，这个权利还不存在。此后几年里陆续出台的数据保护法规里有删除权，有更正权，有对个人信息处理活动的限制。但2015年那位在海淀法院败诉的培训讲师，如果今天再来一次，他会发现，当他面对的不是某个商业平台，而是某个更上层的信息结构时，
法律条文能够援引的空间仍然非常有限。但就在人某败诉的同一时期，另一件事情在默默发生。2017年4月，微信在一次版本更新中悄悄上线了一个功能：朋友圈3天可见。用户可以一键设置自己朋友圈的历史，内容只对朋友展示最近3天，3天之前的所有内容，无论是旅行照片、心情日记，还是10年前某个醉意朦胧的夜晚发出去的一段话，都从别人的视野里消失，只对自己可见。这个功能上线的时候，没有新闻稿，没有产品宣言，没有援引任何法律权利，它只是一个开关。2年后，使用这个功能的用户超过1亿人。在这1亿人里，没有人行使了被遗忘权，他们只是在某个深夜打开微信，把那个选项切换到最近3天，一个按钮3秒钟，他们的过去就从朋友的视野里退场了。欧洲花了10年立法，动员了700多个数据保护机构执法，拿到一个及格。在这里，用户没有等法律，他们用一个产品功能为自己发明了一个替代方案。欧洲把遗忘写进了宪章，这1亿用户把遗忘写成了前端交互，但它也有自己的边界。3天可见只能管熟人社交里的可见性，它不能让搜索结果消失，不能让档案记录更改，不能让一个人从某个数据库里真正被移除。它是一种个人隐秘，不是一种权利。更重要的是，它不能决定与它关联的其他人的记忆如何存续。在欧洲高等法院审理 NT1 和 NT2 案的时候，2位英国商人因为过去的经济犯罪记录申请在 Google 搜索中被遗忘，一胜一败。法庭权衡的是一个人自己的悔过，自己的公共生活，自己与过去的关系。这个权衡预设了一件事：被记住或被遗忘是一个人自己的事。但这个预设并不是所有地方都成立。一个人的某些记录，教育履历、职业经历、信用信息、行政处理记录，会通过各种方式跟随他进入人生后续阶段的许多环节。这些记录不会因为时间流逝而自动淡出，它们以一种档案的延续性的方式构成了一个人无法独自脱离的背景，而这种背景有时并不止于他本人。他的儿女在升学时、参军时、某些特定岗位的审核时，可能也会被回溯到他的某些记录。这种一个人的记忆牵连到他身边一整张关系网的机制，在人类历史上并不新鲜。欧洲中世纪对异端家族的惩罚会延及子孙。日本江户时代的连坐制度覆盖亲属与邻里。许多文明在走向现代之前都经历过这种记忆的关联延伸。现代法律的一个重要成就是逐步削弱这种延伸。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第11条规定，任何人被指控的罪行都只归属于他本人，一个人的过错由他自己承担，不延及他的家人。这是现代法律秩序中最基础的一条界限之一。但这条界限在不同的制度土壤里执行的彻底程度是不同的。遗忘权在欧洲之所以能够作为一种个人权利被建构出来，正是因为它所依附的法律秩序已经把个人作为独立记忆主体这件事当作前提。当欧洲法庭在权衡 NT2 那位悔过的商人能否主张被遗忘的时候，他预设了一件可以预设的事，这个人就是这场权衡里唯一的主体。在一些别的地方，这个预设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欧洲用10年时间把遗忘写进了宪章，这是一场缓慢的法律进化。美国用一个加州法案把遗忘写进了技术基础设施，这是一次路径的转弯。在这里，用户用一个按钮把遗忘写进了前端交互，这是一种自发的个人自救。3条路径看起来截然不同，但他们都承认，一个人可以主张关于自己的遗忘这件事是有正当性的。只不过，这种正当性在3种体制里的分量完全不同。在欧洲，它是基本权利；在美国，它是可选服务；在这里，它是一个仍然悬而未决的问题。悬而未决不是没有内容，它的内容就是什么该被记住，什么该被遗忘，
以及这个问题由谁来回答。前面讨论的所有遗忘权困境，欧洲执法的及格分数，加州的按钮，微信的3天可见，都发生在信息仍然是可被定位的对象这个前提下。你知道那个搜索结果在哪儿，那条数据库记录在哪儿，那个朋友圈在哪儿。删除是一个坐标问题，找到它，然后把它从那里移除。LLM 出现之后，这个前提第一次失效了。一个大型语言模型的训练过程大致是这样的：几万亿个 token 的文本被切碎、被编码、被喂进一个有几千亿参数的神经网络。训练让这些参数根据看到的文本一点一点地调整，直到整个矩阵能够记住所有文本的统计结构。它不记住具体句子，它记住的是在什么语境下什么词出现的概率有多高。一段关于某个人的描述被训练进模型之后，不再是一行可以被定位的数据，它分散到几百万甚至几千万个参数的微小权重调整里。每一个权重的变化都小得近乎噪声，但合在一起，它们让这个模型知道了这个人的某些事情。如果这个人要求被遗忘，你怎么从这个模型里删除它？传统数据库里，删除是一个位置问题 ；LLM 里，删除是一个结构问题。你不能打开参数矩阵，找到关于张三的那几行，然后划掉。关于张三的信息不在任何一个位置，它融入了这个模型整体的计算倾向里，就像盐融在一大锅汤里。你不能把盐捞出来，你只能把汤熬干。到这部视频制作的时候，所有最前沿的 machine unlearning 方法都有同一个共同点，它们在实验室的小模型上勉强可用，放到商业部署的大模型上，成本接近重新训练整个模型。而重新训练一个前沿模型的成本是数千万到上亿美元。法律评论者用了一个措辞来形容这种困境 ：practically impossible， 在实践中不可能。欧洲，那个把遗忘权作为基本权利写进宪章的欧洲，在2025年底发布了 Digital Omnibus 立法草案。这个草案的核心方向之一是为 AI 训练中的数据使用寻找新的法律依据，同时拟议修订 Article 17遗忘权条款，引入比例原则。如果删除某条数据所需要的计算成本与该条数据被删除能带来的隐私保护严重不成比例，那么这次删除未来可能被允许拒绝。通俗的讲就是，一个人要求从 GPT 或者类似模型里删除关于他的信息，如果这意味着模型要被重新训练，那么这个请求可以被合法拒绝。一项曾经被描述为对人的尊严的根本承诺的权利，正在被重新定义为一种规范性基准，一种理想指引，而不是一种可被强制执行的权利。它从一种有制约的规制，退化成了一种有修辞的期待。Mario Costaja 花了16年从 Google 搜索结果里删掉了一则11年前的公告。如果他今天面对的不是 Google 搜索，而是一个在几万亿 token 训练数据里记得了他所有公开信息的模型，他会发现那条从1998年开始的道路已经走到尽头。法律还在那里，条文还在那里，但执行的边界已经退隐到模型的权重矩阵之外。法律在追一个他注定追不上的影子，但是还有更深的一层。技术不可行的遗忘是一回事，技术可行但不留痕迹的遗忘是另一回事。在一个透明的删除系统里，即使信息被删除了，删除这个动作本身会留下痕迹。文件系统有日志，数据库有事务记录，版本控制有 history。就算是乾隆焚书，焚书令是公开的，参与焚毁的官员知道自己烧了什么，献书者知道自己献上的书没有出现在四库全书里。几百年后，学者可以通过对比目录，大致重建出被烧掉的是什么。那个空洞本身是一个可以被看见的形状。LLM 的过滤机制并非如此。在大模型的部署里，除了训练阶段决定哪些数据被吸收之外，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后训练阶段。RLHF 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指令微调、安全对齐。
在这个阶段，模型会被训练在面对某些类型的问题时保持沉默，给出中性回答或者拒答。一段关于某件事的信息可能仍然在模型里，但面对任何相关提问时，模型都不会把这段信息倾诉出来。这是一种既没有抹掉数据，也没有吐露实情的数字蒸发，它不留痕迹。一个用户向模型提问，得到的要么是一个看起来合理但绕过了核心的回答，要么是一个礼貌的拒答。他没有办法分辨这个不知道是因为模型真的无知，还是因为模型被教会了闭嘴。这种过滤存在于每一个商业部署的大模型里，区别只在于过滤的标准由谁决定，以什么原则决定，是否接受公开审查，是否可以被独立验证。在有些模型里，政策原则公开发布，拒答模式可以被第三方研究者测试，这是一种有限度的透明。在另一些模型里，过滤标准由更上层的要求决定，政策原则不公开，拒答模式不接受外部测试。这种不透明不是商业机密意义上的，而是结构性的，不公开本身就是标准的一部分。两种情况都是过滤，但差别在于，在第一种情况下，用户可以知道有些东西被过滤了这件事；在第二种情况下，连有些东西被过滤了这件事本身都被过滤。这是遗忘权面对的最后一重挑战。在前面讨论的所有遗忘场景里，欧洲法院的判决、加州的删除按钮、微信的3天可见，遗忘这个动作本身是公开的。你知道你在行使一个权利，你知道你在按下一个按钮，你知道你在切换一个开关。在 LLM 的预过滤机制里，这种知道第一次变得不可能。没有灰烬，没有目录缺口，没有删除日志，没有用户通知，没有可申诉的对象。用户只是发现模型不知道某件事。这是一种比乾隆焚书更彻底的遗忘形态。乾隆至少承担了焚书的骂名，今天的过滤不需要承担任何骂名，因为大众从未看见。它不是焚烧，它是一种无痕的消融。烧书的人至少会在火光前停留片刻，消融不需要火光，也不需要见证。2000年来，在官修的正史之外，总有一些书没有进入24史。他们由在野的文人、落魄的士子、失意的官员，甚至是隐姓埋名的移民写成，记下那些正史里没写、不能写，或者写了被删掉的事。他们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叫野史。鲁迅说，历史的底细要从野史里看。他的原话是，正史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图示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查出底细来。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野史不是次要的历史，野史是在正史的图示之下，仍然能触到底细的那条暗线。野史之所以能在正史的权威之下存在，是因为它有一个极其朴素的技术前提：文本分散存储于无数手抄本、刻印本、书斋、寺庙、藏书楼里，存在于一个几乎无法被同时触达的物理网络中。乾隆可以在明面上禁毁一部书，但他不能同时抹除民间1万个抄本。他的诏令只能顺着驿道一个省一个省地传达，他的查抄只能派出有限的官员进入有限的书斋。总有一些抄本藏在房梁上，藏在井底，藏在某位老先生的记忆里，等他的时代过去之后重新出现。野史的生存靠的是分布式的物质基础，没有一个中心，也就没有一个可以被彻底摧毁的靶子。乾隆烧了15万册书，他没烧完。互联网出现的时候，许多人曾经以为它会成为野史的新载体。分布式的服务器，随手可做的备份，跨国的镜像站点，这些东西看起来天然就是为不被任何单一权力控制的记忆而存在的。那是一个短暂的、充满技术、乐观主义的时刻。但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了，互联网并没有真的永远记得。网页的平均寿命是77天，那些曾经被人相信会永远存在的角落，一个接一个的在服务器关闭、公司倒闭、
域名过期中消失。而那些被算法决定要保留的东西，无论你多么希望它们消失，它们都会留下来。当大型语言模型出现，当几乎所有公开的人类文本都被吞进同一个参数矩阵里，一件事情开始变得清晰，那个参数矩阵本身正在成为新的正史。它不叫正史，没有人会用这个词来形容它，但它承担了正史的功能。它决定什么被记住，以什么方式被记住，在什么提问下会被回想起来。而决定这一切的是训练语料的选择，训练流程的设计，训练价值观的取舍。每一环都由少数几个机构控制。不被模型抓取的文本，事实上等于被遗忘。而决定抓取什么、过滤什么的标准，既不公开也不可申诉。这是一种新的遗忘形态，它不像乾隆的焚书那样需要下达诏令，需要派出官员，需要承担暴露意图的风险。它发生在训练阶段，发生在没有仪式的技术流程里，发生在一行代码的 if-else 判断中。它不需要火，也不需要灰烬，它只需要被过滤。但这并不意味着野史已经死了。一个人仍然可以写他看到的真相，一个人仍然可以把它发表在某个不被任何模型抓取的角落，或者根本不发表，只是写进一封寄给朋友的信里，写进一本只有自己翻看的笔记本里，写进一段深夜和熟人之间的私下谈话里。野史的载体可以萎缩到只剩下最后一种形式：人对人、口对口、心对心地，传递那些不被允许被正式记住的事。乾隆烧了15万册书，他烧不完，他的诏令只烧到了书房里的书，烧不到人心里的字。今天的算法可以过滤任何文本，它过滤不了一个人在深夜对自己说过的话，过滤不了一个母亲小声讲给孩子听的故事，过滤不了2个老朋友在茶馆里低声回忆的某一年某一件事。一位58岁的西班牙人花了16年才从 Google 搜索结果里删掉关于他自己的11年前的一则公告。他赢了，但他赢得的只是一个链接。他所经历过的那段破产，那段困顿，那段不想再被提起的生活，从来不只存在于那个链接里，它存在于他自己的记忆里，存在于他家人的记忆里，存在于那些和他一起走过那段岁月的人的记忆里。遗忘权作为一种法律权利，也许正在触及它的技术极限，但遗忘与记忆之间的那场拉锯，从口传时代的记忆者，到印刷时代的藏书家，到互联网时代的存档人，到今天那些仍然坚持写作，仍然坚持阅读，仍然坚持把一些事情讲给另一个人听的人，他从来没有停止。每一代人都要重新学习如何活在自己可被遗忘或不被遗忘的时代里。每一代人都曾活在记忆与遗忘的轮回里。